天公司迎来第100名正式员工，为了庆祝公司人数破百，领导特意安排了下午茶。就在姐妹们疯狂对着下午茶拍照发朋友圈时，公司群弹出一条诡异的匿名消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请注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收到消息的那一秒，大家先是一愣，然后面面相觑。有病吧？这是谁发的？还20杯有剧毒，真晦气！被他这么一说，我都不敢喝这些奶茶了。办公室里议论纷纷，但是确实没有一个人敢上前拿奶茶喝。游戏限时30分钟，没有在规定时间内饮用奶茶的玩家，后果自负。匿名消息继续发送，还放出了一张送外卖的某团大哥倒在血泊中的图片，一把刀直直插入了他的后背。我去，死人啦！真的假的？天哪，是真的！这个大哥就是经常给我们公司送外卖的大哥，我还加过他微信。燕姐天天点外卖，她认出了图片中被刺的就是真的外卖大哥。一时间议论声纷纷，大家被这突发情况吓到了。大家都别动，我先报警，让警察把这个神经病揪出来。老胡作为司机组组长，义愤填膺，就要拿起手机报警。老胡最近换了新手机，操作起来果然更流畅。大家换新后，旧的都怎么处理的？像我每次换下来的旧手机、平板、笔记本都会叫转转免费上门回收，价格满意现场打钱。我那台小米14还卖了3200多，躺在家里就把手机给卖了，特别省心。要我说趁着这机还值钱，赶紧叫转转上门回收就对了。叮咚，游戏规则：不许报警，不许与外界取得任何联系，所有玩家必须遵守游戏发布者的一切指令，违反指令者死。游戏发布者为防止玩家不配合游戏开展，第1轮游戏规则正式变更。各位玩家今天吃的午餐已经被下了剧毒，离毒发身亡只剩25分钟。100杯奶茶中有80杯含有解药，请每位玩家随机挑选1杯奶茶并饮用。注意，本轮游戏每人限拿1杯，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0人。办公室一瞬间安静了下来，鸦雀无声，大家都紧紧盯着手机屏幕，努力消化这些匿名消息中巨大的信息量。我们真的被下毒了，这人一定是个疯子啊！他真的杀了外卖大哥，所以他说的下毒也肯定是真的。我们完了！办公室里顿时炸开了锅。那还犹豫啥？赶紧喝解药吧！但是解药只有80杯，而我们有100人，瞬间有一波人冲上前去抢奶茶。酱汁，我们也去喝吧，去晚了，等下解药就要被抢完了。我的好闺蜜小美颤抖着说道。我努力平复着内心的不安。如果匿名消息是真的，随机80%的奶茶含有解药，那么按照概率统计学来说，先拿后拿其实没有区别。虽说如此，但我们不敢怠慢，只能按照匿名消息指令的那样，走上前各自挑选了1杯奶茶。我选了1杯抹茶奶绿，就这几秒钟功夫，有的人已经把奶茶一饮而尽。坐我隔壁工位的刘波就已经喝完了自己的奶茶，同时他的脸上露出了近乎疯癫的表情。20%应该不会落到我头上吧？不行不行，我还年轻，我绝对不能死，实在不行我在。刘波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抬起头贪婪地盯着我手里的奶茶。规则说了，1人1杯，你多喝了也是违反规则，一样死路一条。我冷冷看了刘波一眼，冰冷的话语直接把他打了回去。此时公司宣传部的夏哥义愤填膺地喊道：我反正不信这个邪，这就是个变态恶作剧，我绝对不喝。有几个中年同事也纷纷附和，他们选择干瞪着眼坐在工位上，愣是不喝奶茶。时间1分1秒过去，办公室里的气氛简直压抑到了极点，无人交谈，只有秒针跳动的声音，滴答滴答，大家都在忍受着漫长的半小时煎熬。小美看了看自己的手机，率先打破了办公室里的死寂。半小时时间好像到了，所以根本没有人死啊！哈哈哈，我早就说过这是个恶作剧。夏哥开怀大笑起来，一手抹去额头上布满的冷汗。办公室各个角落也都传出了松气的声音和稀稀拉拉的笑声。砰咚，夏哥突然浑身抽搐，倒在了地上，接着又接连传出一阵阵倒地的闷响。办公室不同位置纷纷有人摔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他们一个个都口吐白沫，双手紧紧抓着自己的脖子，仿佛窒息了一般。他们的眼珠都异常突出，像是下一秒就要从眼眶中被挤爆出来，狰狞无比。老胡慌忙走上前，用2根手指挡在夏哥的人中处，尝试去摸夏哥的鼻息。片刻后，他震惊地抬起头，老夏死了。所有人呆住了，大家都不敢相信，中午还在一起说笑打闹的同事，现在竟然暴毙了。恭喜大家通过第1轮游戏，经游戏发布者统计，本轮游戏淘汰人数27人，其中未遵守游戏规则人数8人。大家看向长桌，8杯奶茶孤零零地摆放在长桌上。是谁干的？给老子站出来！老胡忍不住爆发出怒吼。你们看群人数。有同事发现群人数突然从100变成了73，大家都恐惧极了。究竟是谁在操控这场变态的杀人游戏？是我们公司内部的同事吗？还是来自外部的杀人狂魔？司特意安排的下午茶竟然成了恐怖的杀人游戏。100杯奶茶中有20杯含有剧毒，喝了毒奶茶的员工全都一命呜呼。
第一轮游戏结束后，群里再次发来了匿名消息。温馨提示：刚才各位玩家所喝的解药只能短暂延缓毒性发作，接下来只有完成每一轮游戏，方能解锁本轮延缓毒性发作的解药。大家冷汗直冒，因为匿名消息总是能够精准在正确的时间点发送，说明杀人狂魔正在盯着我们。各位玩家可以自行查看位置下方的解药箱。我顺着自己的办公椅向下一摸，竟然真的摸到了一个小箱子。这是一个上了锁的小箱子，是那种只能远程解锁的电子锁。我摇了摇小箱子，里面发出一阵东西撞击的闷响，似乎装满了东西，来不及细想，匿名消息继续发送。第二轮游戏，剩余73名玩家请自行组队，每队人数1至10人不等。本轮游戏淘汰人数随机。如果上一轮是确定的20%死亡率，那么下一轮的死亡率将不得而知，可能是20人，也可能是50人，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大家看到消息只能起身组队，大多是先联系自己平日里关系不错的同事。小美走到我跟前，酱汁，我们组一队吧。好，这个游戏目前不确定是人数多占优还是人数少占优，所以最安全的做法就是选一个不多不少的人数完成组队。于是我又拉拢了身强力壮的男同事老胡以及新同事小刘。叮咚，规则发布了，恭喜所有玩家组队成功。现在公布游戏规则，每组最终需凑足10根手指，摆成一圈爱心并拍照即可完成本轮通关，不限制每个玩家切手指数量的上限和下限。游戏限时30分钟。我去切手指。老胡忍不住破口大骂，但此时办公室里更多的则是因为害怕而发出的啜泣声。没想到才第2个游戏就已经到了这么丧心病狂的地步，小美已经崩溃到哭泣，小刘默不作声，手不住的发抖。再看其他组，那些一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开始抓着自己的头发陷入癫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10根手指就是自己的全部手指，而10个人组队的同事已经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他们人均只需要切下1根手指，就能把损失降低到最低。接下来，办公室各个角落都接连传来了剧痛的惨叫声和撕心裂肺的哭嚎声。我看了眼我们组的同事，要不我们也开始吧？老胡沉默了一阵说：“我先切3根，剩下7根你们平分吧，快点吧，时间不多了，距离结束还剩15分钟。”此时，办公室里各个角落的哀嚎声和见血声仍然没有停止，还有刀疯狂砍在桌子上发出的猛烈撞击声。隔壁组甚至出现了暴力砍手的情况，几个强壮的男同事分别按住一个瘦弱男生的手臂，然后不顾对方强烈反抗和撕心裂肺的哀嚎，直接硬生生把对方的几根手指砍了下来。老胡此时已经颤抖着把刀缓缓举过头顶，然后把左手贴在桌子边。突然，他好像下定决心一般，疯狂把刀挥下。下一秒，我把老胡的手臂牢牢抓住。我有办法了，这个规则的唯一漏洞就在于他没有要求必须是本组玩家的手指。老胡眼睛突然一亮，那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把已经死去的同事的10根手指收集起来，完成拍照任务。哈哈，对呀对呀。小刘顿时激动起来，我去处理吧。老胡拿着水果刀起身，走向了夏哥的尸体。过了几分钟，老胡拿来了10根先切手指，我们把10根手指摆成了一个爱心形状，拍了一张照片上传群聊，匿名消息立刻弹出：恭喜你们组完成本轮游戏。随着我们组完成任务，更多组还没切手指的同事纷纷效仿，地上的尸体被物尽其用。30分钟时间到，匿名消息再次发送：恭喜大家通过第2轮游戏，本轮游戏淘汰人数18人。这18名同事大多是因为切手指流血过多而死的，公司群的剩余人数也随之变成了55。药箱开启，小箱子里面是一粒橙黄色的小药丸，以及一个更小一点的小箱子，就像俄罗斯套娃那般静静躺在箱子里。我第一时间把药丸吞进了嘴里，然后我把里面的更小一点的箱子拿了出来。我突然打了个激灵，这种套娃箱子的恐怖之处就在于让人捉摸不透里面还有多少个小箱子，以及后面一共还有多少轮游戏，可能还有3个或者更多个。社区规则：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凌晨12点，小区喇叭突然响起，反复播放着上面这条规则。楼上邻居为表达不满，大声谴责恶作剧。可就在刚说满50个字的时候，他却突然停了，紧接着从6楼猛然坠下。这诡异的一幕直接吓住了整个小区。我的天！我刚想惊呼出声，却被一只大手捂住了嘴巴。转头一看，是我的合租室友小美。她一边比出晋升的手势，一边拿出手机疯狂敲字。没记错的话，加上之前的吐槽，你已经说了47个字了。而之前的广播的规定是本日说话超过50字者死。联想到邻居大哥的惨烈死相，我不禁浑身一颤，头皮发麻。我靠！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重新敲了一行字。现在是49了。眼看事态紧急又诡异，我们急忙叫醒了另一个合租室友青青，她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必须戴着眼罩和耳塞入睡，因此哪怕刚才的广播和怒骂如此大声，也没能把她吵醒。起床之后的她忍不住小声呢喃，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那你好在我急忙捂住她的嘴巴，才制止了她的行为。
只浪费了3个字的说话额度。冷静下来之后，我们3个人聚在客厅用手机打字交流，想要知晓业主群里有没有人说话，却发现网络已经全部断绝，根本接收不到一点信息。不过就算信号全部被屏蔽，报警电话也依然可以拨打。于是我们商量得出最精简的报警文案，由说话余额最多的小美来拨打。可让我们没想到的是，按下拨通键后，迎接我们的只有无尽的电流嘶嘶声。不知道是受了什么的影响，无奈之下，我们只好一起出门，准备离开这个诡异的小区。可更加绝望的是，走到小区门口，我们发现门上挂着一具身穿保安服的尸体，在他的旁边静悄悄地立着一副从未出现过的木牌，禁止离开小区。对于这条规则，我们3人都没有任何怀疑。保安的下场已经证明了一切，我们只好原路返回。中午12点，小区喇叭声终于再度响起。请注意，社区规则介绍如下：一、社区每日会出现一条新规则，新规则于0点通过喇叭发布，请务必严格遵守，否则当场死亡。2、每当新规则产生时，上一条规则自动失效。3、规则与规则之间不会重复。4、周边已布置高压电网，严禁离开社区范围。5、社区规则持续时间为10天，10天后所有规则结束，仍然存活者方可安全离开。听完规则，我忍不住长吐一口气，在手机上敲下文字。也就是说，这地方我们要待满10天。小美点了点头，没错，而且要经历10条不同的规则，一旦违反就会死，这实在是太危险了。轻轻挠了挠头，不能离开小区的话，食物岂不是也成了大问题？想到这里，我赶紧起身看了看冰箱，还好我和小美都有做饭的习惯，冰箱里备了不少食物，里面也还有很多，起码不会让我们3个人饿着。于是我回应道，食物够我们吃。小美却摇了摇头，小区里有这么多住户，天天点外卖的年轻人也不在少数，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出现有人食物不足的情况。或许到后面几天，每天饿死的人都比死于规则的多，而且就算饿不死，饥饿状态怎么应付这么多规则？看了他写的话，我顿时恍然大悟，千万不能向别人透露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储备，而且门窗也一定要锁死，防止那些没有食物的人精神崩溃，做出可怕的举动。接下来的整整1天，我们都在窒息般的压抑里度过，面面相觑，谁也不敢说话，尤其是我，只剩下最后1个字的额度，只要敢开口，就会当场暴毙。为了帮我管住嘴，小美直接用胶带封住了我的嘴。而到了傍晚，一夜没睡的我困意来袭，双眼疲倦，却根本不敢趴下睡觉，生怕万一睡着后撕掉胶带说了梦话，就会当场殒命。在精神紧绷的状态里，我只能全程盯着时钟，期待它能走得稍微快一点。好在后面没出现什么意外。在我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午夜的钟声在整个小区响起，0点到了。第2天的规则终于响起，社区规则2：本日睡眠时间超过3小时者死。听到完整规则后，我气愤极了，只想回家找妈妈。这规则是针对我的吧？精神紧绷整整1天，就等着规则刷新睡个好觉了。新规则居然限制睡眠，一股不忿的念头涌到心间，我终于忍不住撕掉嘴上的胶带，破口大骂起来。去你的狗屁规则！反正新规则产生之后，上一条规则就会自动废除。我现在不管说多少话都不会出事。可还没骂几句，喇叭里竟又传出了新的话语。小美急忙捂住我的嘴，示意我仔细倾听。请注意，社区原有人数600人，首日规则后存活531人。此言一出，我们3个都冷不丁打了个寒战。短短1天时间，小区里居然死了69个人。那第2条规则我们又该怎样度过呢？好在青青的思维比较敏捷，她制作了一份精密的睡眠排班表。为了避免一次性睡完3个小时，青青把我们每个人的睡眠额度都分成了5份，每份半个小时，分布在凌晨、上午、下午、傍晚和深夜。多余的半个小时则是预留出来的保险缓冲期，避免有谁因为犯困忍不住打盹超出了睡觉额度。我们3人的休息时间全都交错开来，以便相互监督。盯着窗外浓稠的夜色，我不禁有些感慨，也不知道今天会死多少人，估计会比昨天多得多。这个规则看似简简单单、朴实无华，但其实非常凶险。睡眠需求是人体的生理本能，越是疲惫紧张就越难抵抗。接下来的1整天里，我们都严格遵循青青的表格，轮流睡觉。已经2天没合眼的我，总算得到了短暂的休息。戴上眼罩后，根本不用酝酿，我便迅速睡去。只可惜，这样舒服的睡眠只能持续半个小时。临近时间节点时，我被小美和青青疯狂摇动，从睡梦中挣扎起来，喝了杯咖啡振作精神。等到上午9点时，才终于迎来第2次睡觉机会。
如此反复，随着时间流逝，小区里惨叫声此起彼伏，想必都是因触犯规则而死去的人。在紧张忧虑里熬过24个小时后，总算等到了午夜钟鸣第3次出现。社区规则3：本日看到阳光者，则请注意，2日规则后，社区存活397人。第3天的核心是阳光。听到这里，我终于松了口气。这次的规则总算不涉及睡眠和休息了。现在是0点整，最近我们这里日出的时间大概是6点50，咱们在6点之前把门窗全部封死，应该就不会出事了吧？小美点了点头。之后的一整天，我们想睡多久都没事了。随后我们分头行动，将每一扇门窗全部都贴上了黑色胶带，为了避免漏光，更是对缝隙的位置多贴了7、8层。最后我们又用木板把每一扇窗都彻底堵死，以免规则使坏。突然刮起大风，把玻璃给掀开。做完这一切后，客厅就像是一个深邃的黑洞，我终于安心钻进了被窝里沉沉睡去。不知道睡了多久，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看了看时间，已经是下午1点半。阳光最盛的时候，门外传来好几道凌乱的脚步声，如同幽灵一般在楼道里乱窜，不停地敲门踹门，甚至用指甲刮出刺耳的声。被动静惊醒的青青也凑了过来。这个社区规则实在是太恶毒了些。第1天的规则束缚了居民的交流，第2天的规则又限制了居民的睡眠，第3天的规则连阳光都要剥夺，这样居民们会因为食物、水、求生等因素变得癫狂。虽然同情，但为了避免外边的人做出过激行为，我们只好合力挪过来一个高大的衣柜抵在门口。之后的半天时间，我们再无睡意，3人只能牢牢守在门口，听着那些惨烈的哀嚎以及各种砸锤撞门声。终于，发布规则的喇叭再次响起，请注意，3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99人。社区规则4：当日凌晨1点以后，凡是在镜面中看到自己的人，则这个规则和第3条类似，需要把所有能够映照人像的东西全都封起来。不过只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大块的玻璃窗本就处于隔离状态，不用再管。我们将电视机屏幕、冰箱表面密密麻麻缠满了胶带，同样也包括手机、电脑这些电子产品。做完这些之后，整间屋子都陷入了彻底的沉寂，我们3个的话语也越来越少，甚至不敢对视。这样的麻木持续了24个小时，直到午夜钟声重新响起。请注意，4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62人。社区规则5：当日至少跨过2万级台阶，违者死。听到这条规则时，我的第一反应并不是条件有多么严苛，而是感慨终于不用困在窒息的黑暗里了。没有等到天亮，我们便直接走出了屋子。可刚打开房门，一股腥臭的气味就涌到了眼前。楼道里七零八落躺着不少居民的尸体，想必这就是违背前几条规则的下场。想到这，我们3人再也不敢怠慢，开始一步步爬楼梯。不过我们低估了这个规则的难度，因为很久没有这么大的运动量，仅仅是6000阶，我们3人就精疲力尽，双腿抽搐，瘫软在地上。无奈之下，我们只好暂时回屋休息，待到中午12点才重新开始新一轮爬楼。不少存活下来的住户也纷纷加入了爬楼大军。人多起来之后，紧张感略微减少，可这2万级台阶依然是难以逾越的大山。直到晚上10点半，手机上的步数终于到了21000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多走了1000步。艰难地回到家后，没等我们喘口气，午夜钟声准时响起，一片片惨烈声也随之而来。小区里不少行动不便的住户都没能熬过这个规则。一位60岁的阿姨因为体力不支，仅仅走过9000级台阶，突然呼吸不畅，口中吐出一口鲜血，然后便从楼梯上跌落下去。请注意，5日规则后社区存活215人。社区规则6：当日中午12点，请前往所在单元楼的楼顶天台，12点10分后方可离开，违者死。听到这个规则之后，我愣住了。什么意思啊？只需要花10分钟去一趟楼顶，这么简单吗？社区规则从来没有仁慈过，这条看似简单无害的规则里，一定隐藏着恐怖的杀机。临近11点，我们3人早早来到天台，起初能够找到一些关于规则的线索，而随着时间推移，顶楼上的住户越聚越多，30-40人一起研究，直到接近了中午12点，我们都不明白规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时，一道突兀的尖叫声扯破了所有人的注意力。那是什么？我急忙循着声音抬头看去，果然在远处的天空中看到了一个黑点。仅仅是3秒之后，黑点的后方便有更多黑点迎风而来。待它们飞得近些，我终于看清它们居然是一只只身形庞大的怪鸟。显然，它们就是第6条规则给我们的考验。小美小声嘀咕道：“我们该不会是他们的猎物吧？恐怕是的。”果然，怪鸟们没几秒的功夫就飞到了小区上空，一边盘旋，一边时不时俯冲过来，对准人类扑击撕咬。它们速度很快，爪牙异常锋利，
昨天才爬过2万级台阶的人们根本难以逃离，更不用说抵抗。好几位住户被利爪狠狠撕破，3两口就瓜分掉全部血肉，只剩下白花花的骨架。这一幕看得我肉疼，忍不住回头瞥向下楼的通道。没等我行动，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先我一步跑向通道，可下一秒他就被一只巨大怪鸟抓向高空。看来没到12点10分，绝对不能下楼。面对怪鸭一轮又一轮的袭击，我们只能疯狂逃窜，哪怕是一直相当冷静的青青，此时也难忍惊惧。难道说规则觉得前面几天的死亡比例太少了，开启了杀戮模式？还好小美还算冷静。我觉得社区总规则里既然点名存活的可能性，就不会设置绝对意义上的死局。我们留心观察，或许能找到破局的生机。我刚想点头附和他的鼓励，却看到一只怪鸟朝我们的方向飞来。见状，我急忙伸手呼喊小心。可惜我的叫喊晚了一些，怪鸟第一时间攻击的竟然是跑得最快的青青。青青的肩膀顿时被抓出几道疤痕，疼得青青原地蜷缩起来。小美见状，迅速拿起一根木棍反击，赶走了青青身上的怪鸟，接着冲我大喊：酱汁，怎么办？再这样下去，我们都要死定了！眼看怪鸭在头顶越聚越多，我的心也坠落到了谷底。绝望的我甚至想闭上眼睛迎接死亡。不对，怪鸭吃人的行为好像是有规律的。周围满地都是住户残破的身躯，有些已经成了白骨，被吃了个精光，另一些的身躯则相对完整。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些怪鸭并不会吃那些已经躺下的住户。念头一转，我猛然想通了一切，立马朝着青青和小美高声呼喊：他们有视力缺陷，怪鸭喜欢攻击活动敏捷的人，躺在地上就会没事。说完之后，我也立马原地俯身趴下，把身体死死粘在地面，足足在心里默数了半分钟，竟都没有一只怪鸭找上门来。这一刻，我终于松了口气。幸存的住户都学着我的样子，死死贴紧地面，不敢动弹分毫。怪鸭们变得茫然失措，突然没了目标，只能在楼顶一圈圈的盘旋。随着12点10分的到来，它们仿佛受到一股神秘力量的驱使，循着来时的方向飞去。轻轻捏着仍在疼痛的肩膀，冲我微微一笑：幸亏你找到了破局关键，不然我们已经变成一堆肉渣了。休整1日之后，我们迎来了第7天。请注意，6日规则后，社区存活36人。社区规则7，当日必须前往1号楼第10层乘坐1次电梯，违者死。第6次规则后，存活人数从215人锐减到寥寥36人。而第7天的规则，诡异程度丝毫不减，天知道电梯里面又会有什么恐怖的存在。这一次的规则没有限定时间，我们什么时候过去？越是不限时间的规则，我们就越要第一时间赶过去。小美附和道：上一轮的经历已经证明，再凶险的规则也存在着一线生机。我们越早过去，就可以观察到越多样本，这样就能推断出电梯里的生机所在。1号楼是我们小区里最高的主楼，足足有20层楼。我们3人走到1号楼底层后，尝试坐电梯上楼，却发现无论怎么按动电梯按钮，梯箱都稳稳地停留在10层。显然电梯已经被规则动了手脚，只有从10楼才能进入。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爬了10层楼梯。抵达10层之后，我们并没有直接走进电梯，而是选择躲在附近的走廊角落，悄悄观察电梯的情况。不到10分钟，就等到了第一批抵达电梯的住户。那是一对情侣，他们在门前踌躇犹豫了很久，才终于按开了电梯。里面极其平静，空无一物。看到这一幕后，他们总算是放心地走了进去，我们则凭着呼吸目送他们2人的身影消失。我猜电梯一关闭，里面就会出现比怪鸭还恐怖的东西。然而关门之后，电梯的楼层显示器突然开始变换，经过一阵跳跃，楼层数字从10变成了3，随后电梯便迅速下降，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从10层冲到了3层。惨叫声、碰撞声从电梯门外隐隐传来。再度归来时，梯箱里已经是2具发软的尸骨。看到这一幕，我的天灵盖仿佛都被人掀开了。这样的死法和处以极刑有什么区别？又等了3分钟后，新的住户走上了楼，这次是一个穿背心的大叔。等他按开门，我们惊奇地发现，那对情侣的尸骨居然已经消失不见，电梯仿佛回到了最初状态，而大叔也像前面那对情侣一般走进了电梯。这一次，显示器的数字变成16，电梯猛地上升，同样在不到1秒的时间里呼啸而去，钻到了16层。大叔不出所料变成了梯箱里第3具亡魂。看着这一幕，我们沉默了许久。所以说，这个电梯每一次开启都会随机选中一个楼层，以极快的速度冲刺过去，恐怕是这样。那这样的话，我们必须随机到上下3层以内才有可能存活吧？
这个规则也太考验运气了。然而青青却说，往上3层恐怕也悬，要知道经历这样快速的冲刺，向上比向下还要可怕。后续的半个小时里，我们又蹲守到了3批住户的踪迹。先是一个戴眼镜的女大学生，她极其幸运，随机到了9层，仅仅需要下坠1层，哪怕速度快，但也只是有惊无险。女大学生高兴地从电梯中走出，而后面的2拨人就没那么走运了。一个年轻人倒霉地抽中了2层，电梯急速俯冲，送回来一堆渣子。最后一批人是4人同行，3男1女一起进入，随机到了15层，急速上升之后，同样没有一人幸免。这一关太难了，能活着走出来的只有女大学生1个人。正在我陷入沉思时，轻轻的声音突然打断了我。去电梯。我和小美都有些莫名，怎么了？先进去再说，不要被人抢先了。就这样，我们一头雾水地进了梯厢，看着电梯门慢慢关闭，显示器上的数字开始跳跃。几秒之后，数字终于定格，它停留在了8，随后便开始下降。极快的速度让我体会到前所未有的失重感。不过好在仅仅只有2层高，对我们并没有造成致命的重创。回到10层后，我惊魂未定地走出电梯，忍不住向青青发问：你怎么知道这一次是安全楼层的？青青解释道：电梯的关键就在于7这个数字。7，没错，就是7。这些楼层数字看似随机，其实每一次都是在上一次的基础上下降7层。第一次那对情侣的3层是初始楼层的10层下降7层，而我们如果把每次下降到底层都是做一轮循环，重新从20层开始，那么第3层下降7层就是第2位大叔的16层，第16层下降7层就是第3个女生的9层，第9层再下降7层就是青年的2层，2层下降7层又到了那4个人的15层，所以我才如此笃定这一次的电梯会再度下降7层，也就是我们所经历的第8层。听完青青的话，我和小美都惊讶地捂住了嘴。电梯规则的背后居然是这么简单的规律。度过安稳的20多小时后，第8天的钟声终于响起。请注意，7日规则后社区存活9人。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已经在恐怖的规则束缚中待了7天7夜。在紧张的氛围里，我们又迎来了第8日的规则。请注意，社区规则8。